魏无羡道：滚，又不是给你的。江澄做事要给他一拳，然后就毛骨悚然地看着魏无羡乐颠颠地端着汤，跑去找独自一人坐在角落的蓝忘机。听明来意后，蓝忘机先是道了句谢谢和不必，魏无羡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而是问：真的不要吗？蓝忘机目光一滞，微微转向魏无羡，与他对视片刻，似乎经过了一番内心挣扎，才慢慢地点了头。江澄一个人坐在中间闷头喝汤，前边是江厌离和金子轩，后边是魏无羡和蓝忘机。他努力无视江厌离的开心神色和魏无羡摇得正欢的尾巴，自力更生给自己添了一碗汤，但又总觉着哪里不对，江澄只得借汤浇愁，觉得自己真是活见鬼了。入夜，蓝忘机在藏书阁中誊抄古籍，耳侧忽地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望过去，不出所料地看见魏无羡提着一壶酒坐在窗沿上，晃悠着腿和尾巴。见对方望过来，魏无羡立即提了提酒壶，露出一个孩子气而又亲切的笑。说好请你喝酒的。蓝忘机默默收回目光。我不喝，你也不要在这里喝。魏无羡打了个酒嗝，忽地失去平衡往后倾，眼看着就要摔出去，衣襟被猛地一揪，他整个人就被蓝忘机提了进去。他便得寸进尺道：你看看，你不还是让我进来了，陪我喝杯酒也没什么吧？递给对方一个无理取闹的谴责眼神。蓝忘机兀自坐下，继续誊抄方才的古籍。魏无羡轻门熟路地坐在他对面，从怀里摸出2个小白瓷杯，自个儿把玩了一会儿，忽然问道：蓝湛，你是不是有烦心事？蓝忘机执笔的手顿了一顿，平声道：何以见得？魏无羡道：猜的。蓝忘机又道：有又如何？魏无羡慢条斯理的道：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蓝忘机抬眼，一只斟了酒的小白瓷杯被推到他眼前。沉默半晌，蓝忘机看了一眼对面悠哉悠哉含笑掂着另一只酒杯的魏无羡，像是下了什么决心，拿起了那只杯子，一饮而尽。魏无羡当时来了精神，直起身来，探头去看蓝忘机的反应。与上次一样，蓝忘机喝完那杯酒后，就用手扶着额头，抵着书案合了眼，慢慢的便止于绵长而平稳的呼吸。魏无羡心道：这人居然还真是个一杯倒。他心下发痒的将蓝忘机手下的纸抽了过来，摸着下巴感叹这人的字当真是上品，然后好笑的发现纸上的最后一行居然有个错别字。魏无羡心中顿时生出一丝成就感，该不是真的被我烦到了吧？魏无羡乐此不疲地继续翻着那些誊抄好的纸。蓝忘机忽然手肘一歪，头往下一沉，然后就慢慢睁开眼睛。魏无羡被他的动静惊得浑身一抖，而后看见蓝忘机缓缓望向自己，眸子渐渐清明起来，像是终于看清了对面那个人的模样。蓝忘机慢吞吞地起身走了过来，站到魏无羡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魏无羡心里咯噔一下，脸上还要做出一副云淡风轻的神态，不明就里地仰头看他。两人互瞪了一会儿后，蓝忘机忽然伸出手抓向魏无羡的耳朵。回想起上一回耳朵被咬的恐惧，魏无羡立即后退起身，直至后背抵上墙壁，不料蓝忘机却跟了上来。魏无羡见无处可逃，只得好声好气地道：别，你可千万别咬了。蓝忘机执拗的道：我不咬。魏无羡煞有介事地说：我不信，你肯定是诓我的，就等着我放松警惕，好狠狠咬上一口。蓝忘机闻言，神色中显露出不悦，却又想起了什么，转而认真道：我不骗你。魏无羡继续无理取闹：你说不骗我就信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蓝忘机忽然扶着他的肩膀凑了上去。魏无羡心道：坏了，光顾着扯淡大意了。他下意识就要后退，无奈身后就是墙壁，双肩又被紧紧地抓住，只得认命地闭上了眼睛，祈祷这回蓝忘机不要咬得太狠。然而下一刻他就瞪大了眼睛，耳朵忽地贴上温软的东西，像蜻蜓点水般没有过多的留恋与撕磨，另一只耳朵也得到了同样的对待，像柔软的花瓣拂过湖面，不留痕迹。原地呆愣半晌，魏无羡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这回蓝忘机是真的在亲他的耳朵。他浑浑噩噩地推开蓝忘机，好一会儿说话都不大利索。好不容易平复了情绪，魏无羡咽了咽口水：
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蓝忘机不置可否，安静地望着魏无羡，眼里罕见地流露出困惑来。魏无羡有些窘迫的道：你该不会其实很喜欢小动物？蓝忘机毫不犹豫地摇头。魏无羡接着道：那你，刚才为什么亲我耳朵？蓝忘机又是安静地盯了他片刻，而后轻声道：我的。又一次整个胸腔骤然空落，唯有砰砰的回音格外清晰。魏无羡怔了好一会儿，忽然如梦初醒地扇了自己一耳光，顾不上听蓝忘机的回答，他便落荒而逃似的翻窗跳了下去。江燕离提了一个光芒昏黄的灯笼，端了一碗刚热过的莲藕排骨汤，轻轻巧巧地放到魏无羡面前的石桌上，温声细语地问道：到底怎么了？魏无羡用一言难尽的表情摇了摇头，说了句谢谢师姐后，便双手捧碗闷头大口喝了起来。江燕离看得愈发忧心，不住地劝他别喝太急。江燕离的住处在兰家女修那边，这个时候他是征得了许可，借用厨房做了夜宵，要带给2个弟弟及其同舍生。不料走在路上时，便看见魏无羡横冲直撞地窜了过去，大感不妙，忙叫住他，这才有了现在这一幕。江燕离看着他喝，禁不住叹气道：你是不是跟朋友吵架了？蓝二公子他……一听到蓝忘机，魏无羡立马回过神来，憋着一口汤，朝江燕离摇摇头，摆手表示自己没事。江燕离便没有问下去，只略略思索了一下，若有所思地看了魏无羡一眼。魏无羡喝了大半碗汤，心情似乎舒畅了不少，抹了抹嘴：师姐，你真喜欢金子轩？江燕离似是没想到魏无羡会忽然问出这么一个问题，眼中闪过一丝羞赧，而后思索良久，才道：金公子本性不坏。喜欢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江燕离并未正面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怎么忽然问这个？魏无羡软下嗓子道：这不是在这都没见着几个姑娘，闷着慌呢吗？师姐你就说说嘛。江燕离认真地想了想，说道：有时会像吃到糖一样，心里甜滋滋的，有时又像吃了黄连一样，很苦。你是男孩子，跟姑娘家的心情肯定不一样的，但是……魏无羡不作声，只皱着眉头，好像很难理解这番话。江燕离便接着道：若是我喜欢一个人，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而高兴，比方说对方跟我说了什么话啊，为我做了什么事呀，会在分别的时候期待下一次的会面，光是听到对方的名字都会觉得高兴。讲到这里，江燕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魏无羡眉角一抽，不情不愿地道：那师姐你以后也会一直喜欢吗？江燕离释然地笑道：以后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呀？可他对你……江燕离轻声道：我喜欢他，跟他喜不喜欢我，不是两码事吗？魏无羡便又默不作声。江燕离耐心地等了好一会儿，见他还是闷闷不乐的模样，便伸手安抚地摸了摸他的头。魏无羡闷声道：我在想，我以后一定不要喜欢上什么人，至少不要太喜欢，那样太累了。江燕离嗯了一声，温声道：你忽然说这个，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兰家女修并不在此处休息，你该不会跑到那边去？魏无羡连忙澄清：没有，绝无此事，不是姑娘。啊，不是姑娘，那……魏无羡意识到自己话说过头了，忙垂死挣扎的摆手道：没有，跟别人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在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罢了。他匆忙道了谢，起身便要走，江燕离却忽然叫住了他：阿羡，你若是真的有喜欢的人，便好好的去争取，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才是。你现在正是最好的年纪，还有很长的岁月，足够你去喜欢一个最好的人。魏无羡心下蓦地一动，忍不住问道：如果对方不喜欢我，那怎么办？如果对方不喜欢你，你能做到不再喜欢对方吗？魏无羡不语。江燕离笑道：所以我才说这是两码事，并没有关系呀。见魏无羡还止步不前，江燕离便提醒道：时候不早了，先歇息吧，明天也还是能见到蓝二公子的吧。魏无羡闻言，整个尾巴都炸了起来，惊悚道：师姐。江燕离仔细端详着他的脸色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：你呀，光是听到别人提起蓝二公子，眼睛就特别亮，像装满了星星一样。第二天下早课后，
魏无羡吃饭吃得心神不宁，目光略略一转，发现蓝忘机不在席上，心顿时沉了下去。聂怀桑见他吃得出神，便挪过来，无事献殷勤道：魏兄可是有什么心事？